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林更新赵丽颖又碰巧了，看来一定是特别的缘分呀。林更新在云台山拍摄非遗宣传片《9亿的梦》时，一身仙气飘飘的太极拳装扮引爆热搜，眼尖的网友立刻发现，这造型分明和赵丽颖2年前推广8段锦的装扮一模一样，白袍、盘扣、水墨风设计，连袖口纹路都像复制粘贴。林更新近半年的行程轨迹几乎完美复刻赵丽颖，从苏州园林到福州7亿工坊，从浙江龙井茶园到泉州簪花渔村，赵丽颖刚以非遗大使身份踩过的点，她转头就穿着同风格服装出现。网友调侃：“哥，这不是巧合，是拿着姐的导航在走路吧？”当吃瓜群众翻出更多细节，事情开始朝着玄学方向发展。去年元宵节，赵丽颖在福州3坊7巷拍7期纪录片时，林更新剧组驻扎的酒店距她仅3公里。今年春节苏州寒山寺敲钟活动，两人行程表重叠72小时，却始终未被拍到同框，被粉丝戏称零点错峰大师。社交平台上的隔空互动更被放大解读，林更新生日微博发的兔子爱心狗表情，赵丽颖属兔，她自称林狗。新剧宣传文案万象更新，与赵丽颖品牌口号开新章的神同步，就连帽衫上的7字 logo 都被扒出暗合赵丽颖生日数字10月16日，1+6等于7。最让 CP 粉疯狂的是一组对戒特写。林更新拍摄太极拳宣传片时，左手无名指佩戴的银戒刻着太极阴阳鱼图案。3个月前赵丽颖展示8段锦招式时，右手同位置戴着同款设计戒指。珠宝圈博主 Gem Hunter 火速鉴定，出自独立设计师 YOKI 的动静系列，全球仅20对，需要提前半年定制。品牌方对此回应模糊，尊重艺人隐私，不排除巧合可能性。若将时间线拉长，两人的文化转身轨迹惊人重叠。赵丽颖2023年因寻普簪花造型带火泉州旅游业后，去年接连解锁福州7期推广大使、浙江龙井茶文化代言人，凭借凤凰装、软木画、3条簪等非遗造型逆袭土味标签。他工作室发布的24节气非遗图鉴被法国卢浮宫收录，外媒盛赞穿在身上的文明史。巧合的是，林更新今年接棒的9亿的梦项目名称源自其早年9亿少女的梦梗，宣传重点正是太极拳、青瓷烧制、云锦织造等非遗技艺。拍摄现场花絮里，他被拍到用赵丽颖同款保温杯喝枸杞水，道具师叠的宣纸枕与被赵丽颖工作室吐槽过直男审美的褶痕如出一辙。这些密集巧合催生产业端连锁反应。某广告公司前策划爆料，两人团队每月至少策划2次被动同城，包括不限于定制航班信息泄露、片场坐标模糊定位。某电商平台数据显示，林更新同款太极服搜索量在云台山路透曝光后激增280%，而赵丽颖去年推广的8段锦套装因关联词条再度售罄。某高奢珠宝原计划推出的新颖联名系列临时叫停，内部邮件显示担忧唯粉抵制影响主线销售，粉丝阵营正裂变成2大派系。Z 世代热衷用技术验证巧合，有人用 AI 分析两人公开行程的 GPS 重合率达41%，远超艺人平均水平。某程序员开发的新颖发糖预测程序成功命中7次行程重叠事件。80后老粉更愿相信宿命论，当年拍《楚乔传》林更新背赵丽颖爬沙丘，导演韩卡他都没放下，这种本能演不出来。饭圈二创视频2826次巧合在 B 站播放破亿，弹幕飘满民政局自己走过来吧，业内则保持谨慎观望。
某卫视宣传统筹透露，去年中秋晚会你邀2人合体打太极拳，因团队要求分时段单独录制作罢。当被问及不辟谣是否等于默认，某资深经纪人摇头，当年双宋结婚前否认过23次，娱乐圈的否认函连起来能绕片场3圈。在非遗传承人眼里，这场风波意外推动了文化传播。泉州巡浦村黄阿婆笑着说，去年赵姑娘来带花围，今年林小伙也说要学簪花，年轻人愿意穿我们的衣服，老祖宗的手艺就断不了啦。云台山拍摄现场的最新路透里，林更新打完拳接过助理递来的保温杯，杯身贴着的卡通贴纸被放大鉴定，正是赵丽颖影迷会3周年限定款。山峰掀起她白袍衣角时，藏在袖口内侧的刺绣徽章闪过镜头，左侧太极阴阳鱼，右侧木棉花赵丽颖家乡河北的市花。道具师在镜头外吆喝，收工后吃鱼去。赵老师组推荐的馆子绝对地道。2. 赵丽颖新剧爆火，虚拟空间特效惊艳，国际影展惊喜入围。说实话，赵丽颖这次真的是吓到我了。大家都知道，她一向给人的印象就是那种甜美可人的古装女神，或者是现代剧里那个不太精致的温柔小妹。可是在人间一出，大家都傻眼了。那一幕，她在镜头前完全没台词，全靠表情，整个人都疯了似的，完全不像以前看过的她。如果说之前你觉得她只会演好女孩，那现在你得重新想想了。这剧一开播，居然不打招呼就狂揽 2.5% 的收视率，微博上的话题也连根拔起，直接把5亿阅读量给搞上去了。我说实话，啥时候这么多人开始疯狂讨论一部剧了？真的，整个社交平台被在人间给塞爆了。你能想象赵丽颖那种之前好像只能演甜妹的演员，竟然挑战了多重人格的角色，并且做得那么自然吗？而且搞笑的是，大家刚开始觉得这剧的特效就是个花架子，结果你要知道，它根本就不只是讲个故事那么简单。为了做出那种虚拟空间效果，剧组居然请了顶级的技术团队，实时渲染那些场景，完全打破了电影与电视剧的界限。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级的技术应用在剧集里，我还真以为是电影开头的那种特效，差点就以为自己进入了游戏中。不过，最让我不敢相信的是，剧集竟然在翠贝卡电影节成功入围了。这意味着赵丽颖这次不仅在国内火爆，连国外的电影节也开始对她刮目相看。你敢信吗？华语剧居然能登上国际舞台，成为首部入围翠贝卡电影节的剧集，别说，做梦都想不到。这可不仅仅是国内的狂欢，连国外都开始关注了。我们的剧有了国际认可，难道这不是破天荒的大事吗？从演员到剧集，整体的背后有多少人可以理解？赵丽颖可是下了真功夫的。她在拍摄之前，不仅自己深入研究了剧中的角色心理，还专门为了这部剧学习了大量关于多重人格的资料。那场没有台词，全靠面部表情的戏，她完全是靠自己的演技把角色展现得淋漓尽致，连我都看傻了。而且她还不是那种表面上的演得好，你可以感受到她每个眼神，每个细微的动作，完全带入了角色的痛苦与挣扎。再说回粉丝效应，这次的在人间真的是靠粉丝顶了不少热度。大家都知道赵丽颖粉丝的力量，这次他们可没含糊，每一集的更新，粉丝们立马就在社交平台上炸开了锅，不仅推文刷屏，还不断发热搜，没几分钟就把剧集话题送上了云霄。这么做不仅推动了剧集的热度，更让这部剧在网络上达到了几乎无法超越的热度。你会发现，随着赵丽颖的角色越来越复杂，这部剧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沉重。可说实话，谁能想到
赵丽颖会演得这么深刻。剧中的角色有一种令人迷失的魅力，而她的演技也从甜美的小妹变成了可以感知内心煎熬的强大演员。说实话，电视剧给我的最大惊喜还是它的视觉效果。这种虚拟空间不再是传统剧集的简单背景，而是成为了另一种人格的体现。通过这样的视觉呈现，观众不仅是看剧情的发展，还在亲自进入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没错，这种效果实在是超出我们想象的好。然而，剧集背后的真实操作也让人啧舌。我们大家都知道，影视行业技术在进步，但在人间的视觉效果简直比电影还要高端。它带来的不光是视觉的冲击，还是对剧集整个质量的再提升。每一帧画面，每个转场，都能感受到一股技术的力量，让人完全沉浸其中。说到这，别忘了，剧集的剧情和特效已经惊艳到了我们。最后让这部剧真正成为热议的焦点的，是它的粉丝效应。赵丽颖的粉丝不仅推动了剧集的热度，也让我们对粉丝经济的理解有了新的定义。没有他们的鼎力支持，恐怕在人间不会这么迅速就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不过，未来的剧集，尤其是像在人间这样融合多重人格与虚拟空间的题材，还会有更多挑战。在技术的加持下，故事会变得更复杂、更多元，但随着观众的期待与要求越来越高，未来的剧集将承载更多的责任。那么你呢？喜欢这种充满挑战的剧情吗？还是你更喜欢传统那种一眼看得清的剧情走向？